我1年的税都比你10年工资多，还谈什么前途？王强的声音在包厢里格外刺耳。李明只是淡淡一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张婷低着头，不敢看前夫的眼睛。她知道自己当年说过更难听的话，像你们这些拿死工资的，永远不会明白做生意的乐趣。同学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刘峰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接起电话，脸色瞬间变得奇怪，包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桐城的初夏总是来得早一些，梧桐叶子还没有完全展开，空气中已经有了燥热的气息。李明坐在开往桐城的高铁上，手里捏着那张调令，心情复杂的像这个季节一样。车窗外的风景一掠而过，绿色的田野，远山如黛，还有那些零星散落的村庄。这些景色本该是美好的，可李明的心思不在这里。桐城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是张婷的老家，他们曾经一起计划过要在那里定居的地方。5年前的那个秋天，他们在省城的民政局门口分手。张婷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像她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完美一样。她说：“明哥，我们性格不合，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李明记得那天的阳光很好，透过梧桐叶子洒在他的脸上，斑斑点点的光影让他看起来有些不真实。他没有挽留，只是点了点头。2个人都很体面，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就像2个陌生人一样，完成了一场交易。高铁在下午3点钟准时到达桐城站。李明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走出车站。桐城的阳光比省城更加炽热，空气中有一种南方特有的湿润感。他没有让人来接，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区。师傅，去锦江宾馆。李明坐在后排，看着窗外的街景。桐城这些年发展得不错，街道宽敞整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出租车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人，一路上给他介绍着这个城市的变化。你看那边的新区，这2年建得可快了。听说市里要来新领导，是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司机指着远处一片建筑工地说道。李明笑了笑，没有接话。他看着这个城市，心里想着明天就要正式上任了。作为新任的重要领导，他肩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重任。锦江宾馆是桐城最好的酒店之一，李明选择住在这里，一是因为位置方便，二是想先低调一些，不想过早暴露身份。他办理入住手续时，前台小姐看了看他的身份证，态度很是恭敬。房间在12楼，窗户正对着桐城的中心广场。李明站在窗前，俯瞰着这个将要工作的城市。夕阳西下，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金黄色的光晕中。他想起了张婷，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话。桐城虽然不大，但是很有发展潜力。当时他们还在一起，他总是这样描述他的家乡。他说桐城的人很朴实，商业氛围也不错，如果回去发展，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前途。李明当时没有同意，他觉得省城的机会更多，平台更大。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他错了。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大学同学刘峰打来的。明哥，好久不见，听说你最近怎么样？刘峰的声音依旧那么热情。还行，最近工作有些调动。李明简单的回答。太好了，我正想找你呢。我们几个老同学准备在桐城聚一聚，你要不要来？就在这个周末。
刘峰兴奋地说道。李明愣了一下，同城，这要巧，你在同城？对呀，我在这里开了家广告公司，生意还不错。这次聚会有10几个同学呢，张婷也会来。刘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张婷，李明的心跳快了一拍，他知道刘峰提到他不是无意的，同学们都知道他们曾经的关系。好，我参加。李明最终还是答应了，既然要在这个城市工作，迟早会遇到的，不如坦然面对。挂了电话，李明重新审视着这个城市，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第二天是周五，李明在宾馆里待了一整天，没有外出。他需要调整心态，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晚上，他收到了刘峰发来的聚会地址，同城大酒店，明天下午6点，周六下午。李明换了一身简单的衣服，白色衬衫，深蓝色牛仔裤，一双普通的皮鞋。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一个35岁的男人，面容清瘦，眼神坚毅。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些许痕迹，但整个人看起来很有精神。他没有开公车，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同城大酒店。这家酒店是同城最高档的酒店，装修豪华，消费水平也相当高。李明看着酒店门口停着的各种豪车，心里暗自感叹，同学们这些年都发展得不错。包厢在3楼，名字叫聚贤厅。李明推门进去时，里面已经坐了7、8个人。刘峰第一个站起来迎接他：“明哥，你来了。”刘峰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快坐，快坐，大家都在等你呢。”李明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大学毕业已经10多年了，同学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男同学们大多有了啤酒肚，女同学们则打扮得很精致。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李明微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同学们纷纷起身和他拥抱，寒暄声此起彼伏。李明注意到包厢里最显眼的位置还空着2个座位，显然是为某些重要人物准备的。张婷还没来吗？一个女同学问道。快了，快了，她刚才发信息说路上有点堵车。刘峰回答道。李明的心又紧了一下，5年了，他们将要重新见面，他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大约10分钟后，包厢的门又一次被推开了，张婷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时间仿佛停顿了一下，张婷还是那么美，身材保持得很好，穿着一件香奈儿的套装，头发挽成优雅的发髻，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她的气质比以前更加成熟，也更加自信。她的身后是一个约40岁的男人，身材高大，穿着阿玛尼的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这个人就是王强，张婷的现任丈夫。不好意思，来晚了。张婷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路上有点堵车，同学们纷纷起身迎接他们。张婷的目光扫过整个包厢，最后落在了李明身上。2人的眼神在空中相遇，时间仿佛回到了10年前。明哥，好久不见。张婷主动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婷婷，你还是那么漂亮。李明站起来，礼貌地点了点头。这是我老公王强。张婷介绍道。强哥，这是我大学同学李明。王强伸出手和李明握了握，力道很大，似乎想要显示自己的强势。久仰久仰，张婷经常提起你。李明微笑着回应。客气了。3个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其他同学们都感觉到了这种特殊的张力。刘峰赶紧招呼大家坐下，
开始点菜。聚会正式开始了，同学们围坐在圆桌旁，菜品一道接一道递上来，都是这家酒店的招牌菜。王强很自然地坐在了张婷身边，李明则坐在比较远的位置。酒过三巡，同学们开始互相介绍这些年的发展情况，做生意的炫耀着自己的成就，当老师的谈论着教育心得，在国企工作的则显得比较低调。轮到张婷时，他优雅地站起来，举起酒杯说：“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友谊，我现在主要在家相夫教子，强哥的生意做得很大，我就不用出去工作了。”王强得意地笑着，搂了搞张婷的肩膀：“我老婆就是命好，嫁了个好老公。”同学们纷纷恭维着他们夫妻恩爱，生活幸福。李明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明哥，该你了，刘峰提醒道。李明站起来，举起酒杯：“谢谢大家，我这些年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最近刚调到同城来。”“哦，公务员啊。”王强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屑。现在这年头，还有人愿意当公务员？死工资，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包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同学们都感觉到了王强话里的轻蔑，但没有人说什么。李明依旧保持着微笑：“工作都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也挺有意义的。”“有意义？”王强冷笑一声。“意义能当饭吃吗？能买房买车吗？明哥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现实一点了。”张婷看了看王强，又看了看李明，他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他记得当年离婚时自己说过的话：“你就是太老实，没有野心，跟着你没前途。”现在她的丈夫在说着同样的话，而她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前夫被羞辱。强哥说得对，一个做销售的同学附和道：“现在这个社会还是要看经济实力，公务员虽然稳定，但确实发展空间有限。就是，我表哥也是公务员，干了20年，还是副科级，工资3000多块钱，连房贷都还不起。”另一个同学也加入了讨论。王强越说越来劲：“我现在手里好几个项目，随便一个都是几千万的投资，去年光税收就交了200多万，我1年的税都比你10年工资多，还谈什么前途？”同学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王强更加得意了，他看着李明，眼神里满是优越感：“像你们这些拿死工资的，永远不会明白做生意的乐趣。现在哪个有本事的人还去当公务员？都是没办法的人才去考公务员。”这话说得更加直接，几乎是在暗示李明是个没本事的人。包厢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有几个同学想要缓解气氛，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李明始终保持着淡然的表情，他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追求也不同。选择？王强摆摆手：“这不是选择的问题，这是能力的问题。有能力的人去做生意，没能力的人才去当公务员混日子。”张婷终于忍不住了，她轻轻拉了拉王强的袖子：“强哥，差不多了。”“怎么了？我说的是实话啊。”王强看了看张婷，又看了看李明：“明哥不会生气吧？我这人说话直，没别的意思。”李明摇摇头：“不会。”王总说的很有道理。他的平静让王强有些意外，本以为会激怒对方，没想到李明这么有涵养，这让王强觉得自己的攻击没有效果，反而显得自己小气了。刘峰赶紧转移话题：“来，我们喝酒，难得聚一次，不谈工作了。”
大家举起酒杯，气氛稍微缓解了一些。但王强似乎还没有尽兴，他继续说道：“明哥，你在同城工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在这里还算有点人脉，政府那边也有朋友。”这话听起来是在示好，实际上还是在炫耀自己的实力。李明点点头：“谢谢王总，不客气不客气。对了，你在政府哪个部门？级别怎么样？”王强好奇地问道。“刚调过来，还在适应。”李明没有正面回答。“哦，那应该不是什么重要部门。”王强自以为是地分析道：“像我们这种地级市，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是本地人，外地调来的一般都是一些普通职位。”李明依旧没有反驳，只是继续喝茶。他的沉默让同学们都觉得王强说的有道理。李明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聚会继续进行着，同学们谈论着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王强则不时地炫耀着自己的成就。他说起自己的生意，说起自己的豪车豪宅，说起自己的社会关系。张婷坐在他身边，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偶尔附和几句。李明观察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发现这些年同学们都变了很多，有的人发达了，有的人还在为生活奔波，有的人选择了安稳，有的人选择了冒险。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但都不约而同地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成功。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8点。刘峰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然后接起了电话。“喂，小王，什么事这么急？”刘峰走到角落里接电话。李明注意到刘峰的表情有些严肃，显然是工作上的事情。果然，刘峰接完电话后走了回来，对大家说：“不好意思，公司有个紧急情况，我得先走一步。”“什么事啊，这么急？”一个同学关心地问道。“有个重要客户要见我，关于市里的一个大项目。”刘峰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道。“听说市里来了新领导，是个年轻有为的干部，据说很厉害。我们公司想争取一些宣传业务。”王强不屑地撇撇嘴：“什么新领导，还不是个当官的？我见过的官员多了去了，都差不多，除了会说官话，还能干什么？”刘峰准备离开时，他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公司办公室打来的。声音很急促：“刘总，您快回来吧，市政府办公室刚来电话，说明天要配合做新任领导的宣传报道，照片和资料都发过来了。”刘峰接着电话，脸色突然变得很奇怪。他看了看手机屏幕上传来的照片，又看了看坐在不远处的李明，整个人愣住了。“怎么了？”王强好奇地问道。刘峰没有回答，他盯着手机屏幕，又看了看李明，眼睛越睁越大。照片上的人和坐在他们面前的李明一模一样，而照片下面的介绍更是让他震惊不已。刘峰的手在微微颤抖，他努力想要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是照片上的人不仅长相一致，就连那种淡然的气质都如出一辙。他再次仔细看了看手机上的新闻标题：同城新任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明同志正式上任，发布时间就在今天下午3点。这不可能！刘峰喃喃自语，声音小的只有自己能听到。坐在旁边的几个同学注意到了刘峰的异常，纷纷探过头来想看看他的手机。“老刘，你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一个戴眼镜的同学好奇地问道。“李明。”刘峰颤抖着声音问道。“你就是新来的那位？”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刘峰，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就连外面走廊的脚步声都显得格外清晰。李明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时刻，在决定来参加这次聚会时，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份迟早会暴露。他看着刘峰的表情，知道自己的身份可能暴露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明天正式到任，今天算是私人时间，所以没有声张。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瞬间炸响在包厢里，同学们面面相觑，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有人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纷纷转头看向刘峰手中的手机。刘峰颤抖着把手机递给旁边的同学，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李明的照片和官方任命消息。消息很快在包厢里传开，每个人看到后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天哪，这是真的！我的妈呀！李明竟然是副局长，经济发展局，那可是同城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啊！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明身上，仿佛要重新认识这个老同学。王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感觉到了一阵眩晕，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他做建材生意，最需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而眼前这个被他嘲笑了一晚上的人，竟然是即将掌管全市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王强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拼命回想着今晚自己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些刻薄的话语，那些不屑的表情，那些居高临下的姿态，现在想起来，每一个细节都让他心惊胆战。他想起刚才自己说过的那些话，想起自己的嘲讽和轻蔑，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从商这么多年，最清楚得罪政府官员的后果，特别是这种级别的官员。王强的生意主要依靠政府工程项目，每年都有几百万的合同需要政府部门的审批，而经济发展局正是负责审批和监管这些项目的关键部门。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李明刚才面对自己的羞辱能够如此淡定，原来人家根本就不屑于和自己计较。张婷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她瞪大眼睛看着前夫，脑海里回想着刚才王强的所有言论。她从来没有想过，当年那个被她认为没有野心、没有前途的男人，竟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成就。张婷想起了当年离婚时的种种，她指责李明没有进取心，不懂得抓住机会，说他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而现在，这个曾经被他看不起的男人，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而他却跟着一个可能要完蛋的商人。他偷偷观察着李明的表情，发现他依然是那么从容淡定，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这种气度让他想起了当年李明身上那种让他着迷的沉稳，只是那时候他把这种沉稳误解为了没有进取心。其他同学们也纷纷反应过来，他们想起刚才王强的那些话，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同时，他们看向李明的眼神也充满了敬畏和羡慕。有几个平时就比较圆滑的同学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着怎么和李明套近乎了。我就说嘛，李明从学生时代就不是普通人。一个女同学突然开口，试图表现得好像她早就看出了端倪。是啊，记得大学时李明就很有领导才能，学生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另一个同学也跟着附和。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刚才还在炫耀的王强，现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刚才还在附和的同学们，现在都想找机会和李明套近乎。服务员这时候推门进来上菜，感觉到了包厢里异样的气氛，动作都变得小心翼翼。他疑惑地看了看众人，不明白刚才还热闹非凡的聚会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安静。李处长，一个同学结结巴巴地开口，叫我明哥就行，我们是同学。李明依旧保持着平和的态度，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这种态度让在场的同学们更加敬佩，也让王强更加惭愧。王强想要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被自己羞辱了一晚上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化解这个尴尬的局面。李明注意到了包厢里紧张的气氛，他明白，如果不主动打破这种僵局，今天的聚会就会在尴尬中结束。他看出了王强的窘迫，主动开口道：王总的生意做得不错，同城的经济发展需要像你这样的企业家，希望以后能够多多配合政府工作，为同城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番话既给了王强台阶下，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既不计较刚才的冒犯，也希望以后能够合作。王强如释重负，连忙站起来举杯：李处长，刚才是我说话不当，您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一般见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开口。王总客气了，大家都是朋友。李明举起茶杯和他碰了碰，其他同学们也纷纷起身敬酒，气氛重新热闹起来。但这种热闹和之前截然不同，之前是朋友间的随意，现在则带着一丝恭敬和敬畏。张婷一直没有说话，她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丈夫，心情复杂的无法形容。她想起了当年离婚时的情景，想起了自己说过的那些伤人的话。他说他没有野心，说他没有前途，说跟着他只能过平庸的生活。可现在呢，她的前夫已经成为了一世的重要领导，而她却成了一个依靠丈夫生活的家庭妇女。讽刺的是，她的现任丈夫刚刚还在嘲笑她的前夫没本事。聚会在一种奇怪的气氛中结束了，同学们纷纷起身告辞，都表示以后要多联系，多走动。王强更是再三表示要请李明吃饭，被李明婉言谢绝了。李明最后一个离开包厢，他和每个人都礼貌地告别。轮到张婷时，他站起来，欲言又止：婷婷，好好照顾自己。李明轻声说道：明哥。张婷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走出酒店。同城的夜晚凉风习习，李明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城市的夜景，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这就是他即将要为之奋斗的地方。他想起了今晚的聚会，想起了同学们的态度转变，想起了王强的嘲讽和后来的恭维，想起了张婷复杂的眼神。人性就是这样复杂，金钱和权力能够改变一切，包括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第二天是周日，李明在宾馆里休息了一天。周一上午，他正式到市政府报到。新闻发布会上，他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对同城发展的规划。媒体们拍照采访，一切都很顺利。下午，刘峰的广告公司就接到了制作宣传片的任务。晚上，王强亲自来到李明的办公室拜访，带来了当地的特产，态度恭敬地像换了一个人。李明接待了他，两人谈了半个小时。王强主要是想表达歉意，希望李明不要因为周六的事情对他有意见。李明表示理解，毕竟大家都是同学朋友，没必要计较那些事情。几天后，李明收到了张婷发来的信息：
很简单的几个字：恭喜你，明哥。李明看着这条信息，想了很久，最终回复道：谢谢，好好生活。同城的工作很忙，李明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公务，他深入基层调研，了解民情，制定发展规划。1个月后，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的节奏。有时候走在街上，他会想起那次同学聚会。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他在最合适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城市，面对了自己的过去，也开始了新的未来。张婷偶尔也会在新闻里看到李明的消息，看到他主持各种会议，看到他深入基层调研的照片。每当这时，他都会想起大学时代的那个少年，想起他们曾经的美好时光。他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选择。也许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表面的光鲜，而在于内在的品格和能力。李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而他却用了这么多年才明白。王强这段时间变得很低调，再也不在人前炫耀自己有多厉害。他知道，在真正的权力面前，金钱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他开始更加用心地经营自己的生意，希望能够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同城在李明的领导下，经济发展很快，新的产业园区建起来了，招商引资的成果显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媒体们纷纷报道这个年轻领导的政绩，李明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1年后，在另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再次见面，这次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所有人都对李明非常尊敬。王强也来了，他带着妻子张婷，态度恭敬而真诚。聚会结束后，张婷单独找到了李明。明哥，我想和你道个歉。他的声音很轻，当年是我不好，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李明摇摇头，都过去了，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你还恨我吗？张婷问道。从来没有恨过你。李明认真地说道，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这没有对错。张婷点点头，眼中有了一丝湿润。我很后悔。不要后悔，过好现在的生活就够了。李明拍了拍他的肩膀，王强对你很好，要珍惜。两人没有再多说什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李明继续为同城的发展努力工作，张婷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开始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时光荏苒，那次让人尴尬的同学聚会已经成为了过去。它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有的人从中学会了谦逊，有的人从中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有的人从中反思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李明在同城工作了3年，把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他被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在同城的这段经历，不会忘记那次让他重新认识人性的同学聚会。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意外和转折。你以为的结局往往只是另一个开始，你以为的失败可能是更大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别人，如何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保持自己的本心。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